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，最近分享几期月饼的做法。首先分享广式老五仁月饼的做法，用了9种果仁来制作，掰开以后满满的全是果仁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自己来制作，吃的放心，中秋节送给朋友也是上等的佳品。这一期视频比较长，我尽量讲的细致一些。那接下来就来开始制作这款五仁月饼。首先来准备配料，可以看到视频中准备了很多的果仁，我们来依次介绍一下。50克的黑芝麻，50克的白芝麻，50克的葵花仁，50克的南瓜仁，50克的西瓜仁，50克的杏仁，50克的松子仁，150克的花生，200克的核桃。做五仁月饼没有一种固定的搭配，完全是个人的喜好。接着就把材料处理一下。首先把白芝麻和黑芝麻同时倒在炒锅里，然后用小火炒熟。单独炒不太好分辨黑芝麻熟没熟，放在一起炒，白芝麻炒至微微发黄，那2种芝麻就都炒熟了。视频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白芝麻已经发黄了，这个时候就炒好了，然后盛出放凉。接着把50克的花生炒一下，炒至花生皮微微开裂上色就炒好了。同样是在视频中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，然后盛出放凉。放凉以后的花生要掰碎，把皮去掉。现在已经处理了3种材料了，还剩6种材料。那取来烤盘，把剩余的6种材料全部倒在烤盘里。现在是除了核桃已经全部添加进去了，然后把材料打散。最后加入核桃，核桃是自己剥的，加入进去之后要把核桃挑一下，核桃中间会有一个特别薄的薄片给它挑出来，那个东西不能吃。这样我们就把这份材料平铺在烤盘里面，然后送入到烤箱，把烤箱以上火180度，下火180度烤8到9分钟就好。当然烤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烤箱看着点，不要烤糊。趁着烘烤的时间炒少许的面粉，250克的面粉倒入到锅中，用小火炒至微微发黄。有的制作方法这一步是放糯米粉，但是老爷子做了30多年面点了，一直放的都是面粉。分享美食肯定是把自己最擅长的配料分享给大家。现在这个面粉看上去就比刚才颜色要稍微黄一点点，然后关火放凉。这个面粉的颜色比较白，不太好分辨，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区别的。这个时候果仁也都烘烤好了，然后取出来，把比较大一些的果仁用手掰碎。处理好之后，就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旁放凉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放凉之后，取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子，把所有的果仁全部添加进去。这个近景大家可以看到，果仁不是掰得特别的碎，除了核桃仁基本保留了完整的形状。接着把黑白芝麻倒进去，把已经处理好花生皮的花生也倒进去。取来一个筛子放在盆子里，然后把刚才炒好的面粉过筛添加进去。如果准备的面粉没有小硬块，我们只需要炒熟之后过筛一次就好。如果是面粉里面有小硬块，炒之前也要过筛一次。接下来就要准备湿性材料了，准备250克的糖浆放在一个碗里，一会儿抽时间给大家说一下糖浆的这个问题。接着糖浆里面添加碱水3克，白酒10克，视频中添加的是朗姆酒，如果没有可以添加白酒。首先把现有的材料用一个蛋抽先简单的搅拌一下，接着添加2勺大概50克的桂花酱，如果没有可以不用添加。接着把材料简单的混合一遍，
混合好以后，这次添加100克的食用油，可以选择味道小一点的油，比如说玉米油。添加油进去之后，这次材料混合时间就稍微长一点了，油和材料很难混合，需要不断的搅拌。材料混合到这种状态就混合好了，在视频中还是很明显的，比较容易参考。准备好的湿性材料放在一旁，把刚才准备好的馅料先搅拌均匀。这一步很简单，把馅料搅拌均匀之后，把刚才准备好的湿性材料全部添加进去。把这份材料简单的拌一下之后就放在一旁，接着准备剩余的辅料。首先来看一下需要添加什么：50克的青瓜丁，50克的红瓜丁，20克的白砂糖，50克的冬瓜丁，青红丝各25克，橘饼碎50克。接着就把这些材料全部添加到刚才的馅料里面。添加的这些辅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加减，其中的白砂糖、冬瓜丁和橘饼碎建议不要删减。青红丝这个材料有朋友吃不上这个味道来，可以直接删减掉。接着手上就戴上一副一次性的手套，不要去揉，散着把材料拌均匀。去年也分享了一期制作5仁馅月饼的视频，在搅拌馅料这一步啊，很多朋友就出现了问题，可能用到的材料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偏差吧。这期视频切了一个特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食材的状态。用手攥一把馅料，它会成团，然后用手一掰又会散开，最后把馅料混合到这种状态就好。接着就把混合好的馅料分好，分成70克一个。馅料成团的时候用手使劲攥一下，不然放一会儿就会散开。还有一点就是混合好的馅料立马成团，越放后期越难成团。制作馅料这一步还有几个小细节，也是放在后面抽时间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好了，馅料准备好以后，接着就来制作月饼皮。准备一个碗，加入320克的糖浆，和刚才馅料里放的糖浆是一样的，也叫转化糖浆或者是月饼专用糖浆。然后加入3克的碱水，把材料简单的混合一下。接着添加油120克，同样是用味道比较小的，比如说玉米油。接着就混合这份材料，现在的这份材料就比较难混合了，要持续的不断混合。这一步持续混合到糖浆和油完全的混合在一起了，然后再添加面粉。面粉是440克左右的低筋粉，如果面粉有小硬块，记得过筛之后再添加。添加完之后，就把这份材料揉成一个柔软的面团即可。面团揉好以后，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，松弛1个小时。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鸡蛋是给月饼上色用的。首先把前3个鸡蛋蛋清和蛋黄分离。最后的一个全蛋打在蛋黄里面，然后把蛋清放在一旁，蛋清用不到，大家自行处理。接着蛋黄中加入1小勺，大概也就有1克的盐。接着把鸡蛋打成蛋液，这样我们的材料就全部准备好了。打蛋液的时候要多打一会儿，让里面的盐融化。现在面团已经松弛好了，接下来就来开始制作了。首先我们做的月饼是100克一个，也是2两一个，俗称5个头的月饼，就是5个为1斤。当然有10个头的、8个头的、6个头的都会有。馅料分的是70克一个，那面皮就是30克。面皮就不需要去分好之后再去包馅了，我们分好一个就包一个月饼。
包月饼的时候，在面皮的一面蘸上一层面粉，然后用手按扁，然后包上一个馅料。包的这个月饼比较难包，馅儿70%，皮儿30%，3:7，还有一种2:8的更难包。如果大家在包的时候包不了3:7，那就包4:6或者是5:5。趁着包月饼的时间，我把刚才要说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总结一下。首先是前面用到的糖浆叫转化糖浆，也叫月饼专用糖浆。糖浆和碱水可以自己去制作，但是完全没有必要。首先是自己做的成本要比买的还要贵，用到的碱水在买糖浆的时候商家一般都会赠送，即使是商家不赠送，买一瓶也特别的便宜。除非是老师傅，不然自己做出来的糖浆和碱水的比例如果不对，准备的这些料都是真材实料，也不便宜，浪费了很可惜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在准备馅料的时候发现最后不成团怎么办？那就在准备面粉和湿性材料的时候多准备一点点，不成团的时候再添加一点进去。还有就是准备的馅料最后几个馅料很难成团，面粉都用完了，剩下的都是果仁了，那就再添加一点材料进去调和一下。准备的蛋液用不了太多，会有大量的剩余，但是为什么还要准备4个鸡蛋？就是3个蛋黄和1个全蛋，烤出来月饼的颜色是最好的。好了，应该是没有别的问题了，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月饼全部包好之后，就取来模具按压成型。按压的时候一定要使劲按压，不然花纹会特别的浅。按压的时候要一气呵成，用一个特别猛的巧劲儿。如果在按压的时候发现粘皮了，那就在月饼的表面撒上一点点的干面粉，然后再按压。月饼的表皮面粉撒多了，烤出来的月饼不好看。月饼成型以后，需要在月饼的表面喷上一层清水，然后再放入到烤箱，水不能喷得太多。烤月饼也是有讲究的，把烤箱预热到上火200度，下火180度，月饼放在烤箱的中层烤8分钟左右。月饼烤了8分钟之后就取出来放凉，烤箱不要关。月饼放凉以后再刷刚才准备好的蛋液，刷好之后接着烤。第二次烤制的时间就不是很确定了，我们需要自己把控一下。月饼我们都吃过都见过，我们只需要看着颜色上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取出来了。这款月饼的皮子是通用的，我们可以做枣泥的、水果的、豆沙的都可以。这个配料也是老爷子一入行的时候就开始用的，也是用了有30多年了。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，咱也不能说这个配料多么正宗，这个配料也是在我们的能力当中给到大家最好的配料和做法了。刚烤出来的这个5仁月饼比较硬一些，需要回油，放在阴凉干燥处回油2至3天即可。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，尽量的帮大家解答。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备注栏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这期视频也消耗了很多的精力，也希望大家喜欢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